乌兰北岸正在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变。这里不仅是新柔地铁系统的重要节点，也是新加坡政府未来发展北部的重要战略区域。玉郎集团计划在毗邻新柔地铁站旁一片接近28公顷的土地上展开大规模清理与基建工程，为未来的轻工业和多用途发展做准备。这片土地原本以次生林为主，孕育着一定的生物多样性，如今却要让位于新的城市愿景。这场发展不仅关乎乌兰本身，也关乎新加坡在跨境交通、经济布局、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。新加坡政府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，要把乌兰重塑为一个现代化、充满活力的区域中心。通过改善跨境交通、发展工业空间和住宅区，乌兰将从传统的边境地带转型为乌兰门户 （Woodlands Gateway）。这一转型的核心不仅仅是兴建新的地铁与公路，更是要打造一个融合住房、水滨公园、零售空间与轻工业的综合经济区。未来这里还会建设巴士转换站，形成一个多式联运枢纽，配合即将在明年底通车的新柔地铁，进一步加强新加坡与柔佛的交通连结。换句话说，乌兰北岸的发展不只是区域规划，而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。为了实现这一愿景，玉郎集团宣布将在海军部西路以南展开 27.7 公顷土地的清理与基建。这片土地目前主要由植被覆盖，以次生林为主。根据环境影响评估 EIA， 整个工程预计会持续至2035年，分阶段进行，从地基到上层结构的建设都在规划之内。这意味着这片林区将在未来10年逐步转型为轻工业用地。虽然具体的工业业态尚未敲定，但可以预见的是，乌兰将吸引更多制造业和相关产业进驻，为北部地区带来更多就业与经济机会。然而，发展背后也带来生态上的担忧。评估报告显示，项目范围内记录了195个植物物种，其中13个具保育价值。动物方面也发现204个物种，其中10个需要保护。大规模清理必然会造成栖息地的流失。玉郎集团承诺将在施工前移栽部分本土植物幼苗，并在未来开发中创造绿色空间，尝试模拟自然植被结构。此外，在砍伐树木前，生态学家将检查是否存在活跃鸟巢，必要时延后作业，并由专家协助转移野生动物。虽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减缓生态冲击，但是否足以弥补次生林的整体流失，仍然存在争议。环保组织和公众的反应十分强烈。新加坡自然协会会长直言，次生林在城市发展下已越来越稀少，清除任何一片森林都是不可逆的损失。他呼吁至少保留部分原始森林，以增添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价值。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新加坡青年之声的代表则担忧，乌兰超过一半的森林面临清除，未来可能只剩下海军部公园一片林区。他认为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估过于零碎，没有全面考虑未来10到20年的累积影响。与此同时，玉郎集团也邀请公众在9月17日前提交反馈，承诺会在最终环评报告中吸纳意见。如何在发展与生态之间找到平衡，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乌兰北岸的发展不仅是自然生态的考验，也涉及历史文化的保存。项目范围内有一栋位于观景路10号的老建筑，曾是警察宿舍、美景路医院和科工宿舍。这栋建于1941年的3层楼建筑，拥有独特的地面防弹办公室，被认为可能曾是某种指挥中心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。文史工作者指出，这座建筑见证了新加坡战前与战后的社会变迁。他建议不应一刀切拆除，而是考虑将其改造为探险活动中心或休闲空间，既能保存历史记忆，也能为社区服务。如果未来乌兰门户的发展能将自然、历史与现代经济结合在一起，或许才能真正实现有温度的发展。乌兰北岸 27.7 公顷的土地清理计划，象征着新加坡在城市发展道路上的新一步。
这里将成为连接柔佛的重要门户，推动轻工业与多用途经济区的形成。然而，这一发展也带来了生态栖息地流失与历史遗迹保存的矛盾。最终，这将不仅仅是一场工程，而是一场关于发展与保护、经济与环境、现代与历史之间的抉择。乌兰的未来将取决于政府、公众与环保团体之间能否找到最佳的平衡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我们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分享视频，让更多人了解乌兰北岸的发展故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